Hello， 大家好。加拿大央行本周宣布维持5%的基准利率，并实施量化紧缩。央行同时还指出，如果通胀压力加大，将会再次加息。一方面，通胀率现在已经连续27个月保持在央行2%的目标之上；另一方面，加拿大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0.2%，这表明经济可能已经进入衰退。同时，7月份的通胀加速至3.3%。核心通胀指标仍维持在3.5%左右，这表明加拿大未来的经济道路必然是曲折的。央行暂停加息之后，房产市场会像今年春季一样，央行暂停加息，房产市场再次升温吗？这个视频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。先一起来看看8月份加拿大房产市场的情况。由于借贷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确定性打击房产市场活动，多伦多地区房价8月份已经连续第3个月下跌。8月份多伦多房屋销量为5294套，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.2%。有的人已经知道房价下跌了，但是不知道下跌了多少。我把这些数字都算出来了，供大家参考。多伦多地区房屋的平均售价从7月份的111万加元下降到8月份的108万加元，降幅3.2%，折合3.5万加元。8月份所有房屋类型的平均价格都全面下跌，独立屋的平均价格环比下跌近1%，约合11000加元；半独立屋的平均价格环比下跌3%，约合34000加元；联排别墅的平均价格环比下跌了2%，约合2万加元；公寓的平均价格环比下跌4%，约合3万加元。公寓的下跌幅度最大，这可能是因为在公寓市场投资者所占的比例最高。8月份新挂牌房屋数量同比增长了16.2%，活跃房源也增长了16.5%。蒙特利尔8月份的房屋销量总计2753套，同比增长了4%，环比下降了11%。单户住宅销量为1384套，环比下降了11%，中位价格为56万1000加元。比上一月上涨了6000加元。公寓的销量环比下降了5%，中位价格为39万3000加元，比上一月下跌了2000加元。Plex 的销量环比下降了7%，中位价格为72万加元，比上一月下跌了15000加元。8月份蒙特利尔的活跃挂牌房屋总数为15159套，同比增长了14%。大温哥华地区的房产市场也在8月份降温。8月份房屋销量为2296套，比去年同期惨淡的销量增长了21.4%，但是环比下降了6%，比10年平均水平还要低13.8%。新挂牌房源3943套，同比增加了18%。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10082套，比10年平均水平低13.4%。大温哥华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的基准价格为120万8400加元，同比增长了2.5%，环比下降了0.2%。8月份独立屋的销量达到了591套，同比增长了13%，环比下降了13%。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201万8500加元，同比增长了3.3%，环比微涨0.3%。公寓的销量为1270套，同比增长了27%，环比微降了11套。公寓的基准价格为77万加元，同比增长了4.4%，环比下降了0.2%。联排别墅的销量为422套，同比增长了18.9%，环比下降了9%。联排别墅的基准价格为110万3900加元，同比增长了3.9%，环比下降了0.1%。卡尔加里8月份共售出2729套房屋，尽管同比增长了27.9%，但是今年迄今为止，房屋销量仍比去年下降了15%。由于负担能力问题，很多人转向了公寓市场。公寓的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2%。卡尔加里的库存现在已经降至历史最低水平，基准价格达到了57万0700加元，同比上涨了7.9%，比上一月微涨了3000加元。卡尔加里房产经纪协会认为，较高的借贷成本正在促使更多购房者要么推迟购买房产，要么倾向于购买市场上更经济适用的住房，比如说公寓。与其他3大城市不同，
卡尔加里的房产市场仍未看到明显的降温迹象，而在其他3大城市，房产市场已经全面降温，房价也进入了下行轨道。自从加息以来，借贷成本上升抑制了抵押贷款增长，潜在的购房者处于观望状态。加拿大5大银行第3季度住宅贷款增速现在已经放缓至 4%， 而去年同期的年增长率为 9.8%。第3季度，皇家银行的住宅贷款中有 43% 的摊销期限超过25年，在加息前这个数字仅为 26%。在多伦多道明银行，超过25年摊销的比例从1年前的 35% 上升到 48%。截至今年第2季度，蒙特利尔银行剩余摊销期限超过30年的抵押贷款所占的比例已经增至近1/3。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，摊销超过25年的比例从 43% 上升到 47%。帝国商业银行一直是反对加息的急先锋，原因是他们账上370亿加元的抵押贷款将在12个月内更新，其中有70亿加元是浮动利率，一旦抵押贷款续签，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摊销期限，而这些借款人可能都需要额外付款。第3季度的财报显示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枫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的不良贷款拨备金额分别增加了1倍和3倍。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损失拨备总额已经增至 7.36 亿加元，比上一季度增长了 68%， 比去年增长了 203%。以上这些都是加拿大经济即将出现麻烦的一个重大迹象。还有一个迹象是，最近加拿大担保公司停止了披露水下抵押贷款。过去他们一直都会披露这方面的数据，因为这是监控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的重要工具。为什么他们突然停止了公开数据？这肯定说明前景堪忧。众所周知，加拿大一直依赖住房来推动经济，现在看来已经达到了极限。住宅投资在今年第2季度出现下降，短短2年内，住宅投资从 GDP 的 10% 左右下降到 6.1% 的20多年来最低份额。自80年代房产泡沫以来，加拿大的住房投资份额从未下降得如此之快。这归根结底还是房价过高，大大超过了加拿大人的负担能力。嘉鼎集团的一份报告也显示，多年来多伦多大量的购房者被高房价挤出市场，现在他们感觉经济衰退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机会，但是他们想多了，因为多伦多的住房负担能力不会很快恢复。即使按这份报告中最糟糕的情况，安大略省经济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衰退，推动房价在年底从当前水平下跌 16%， 约合18万5千加元。再到2025年第4季度，多伦多的房价将比今年7月份的房价下跌 30%， 约合34万加元。即使是这样，从收入水平来看，人们可能依然负担不起。莱格最近的调查显示，人们正在与家人朋友一起合伙购房，以应对住房负担能力问题。最近，加拿大央行前行长道奇表示，未来加拿大金融体系的利率水平不太可能回到 1% 至 2% 的水平，预计终点会稳定在 3.5% 左右，将明显高于过去几十年的水平。他预计央行利率将在2024年底或者是2025年初左右略有下降。因此，市场观察人士和参与者应该完全放弃利率回到疫情前水平的想法。之前我就说过，如果加拿大央行9月6日选择不加息，那么肯定要在10月25日加息，因为加拿大央行现在仍落后美联储50个基点，而美联储大概率会在11月再次加息。如果加拿大央行在10月份不加息的话，将会落后美联储75个基点。那75个基点是巨大的差距，这一动力足以推动资本离开加拿大。根据 TransUnion 的一份报告，随着生活成本持续上升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不断转向信贷。目前加拿大人的平均信用卡余额为4000加元，与上一年相比，加拿大家庭债务增加了 4.2%， 即948亿加元。加拿大人的债务总额为 2.34 万亿加元。现在加拿大人的债务总额为 2.34 万亿加元。道明银行的报告也显示，
借记卡和信用卡的最新支出数据表明，加拿大人正在减少开支，其中春季月份的支出增速接近于零。现在人们最关心的肯定是央行暂停加息之后，房产市场会不会像今年春季一样，央行暂停加息，房产市场马上再次升温？我认为不会，因为今年春季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先是爆发了美国地区银行危机，接着是瑞信等银行危机。银行危机搅乱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前景，也让全球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下降。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券收益率都出现了暴跌，这导致与债券收益率挂钩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在春季大幅下降，提高了人们的购买力。然而现在，不论是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还是浮动抵押贷款利率，都保持在20多年来的历史高位，负担能力处于历史最差水平。因此，即使央行暂停加息，房产市场也不会再次升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